我们接着往下谈这个事儿。那个我们为军民那个军品转民品服务，利用2种不同的结算体制，迅速的就没有花这个资本金、花流动资金，也不是代购代销，就创造一种模式。刚才我讲了2种模式，是我们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当时来讲是获得巨大的利润，就是带来很多麻烦，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第二次我刚才讲的第二次主义又不抓进去了，但抓进去之前，那个当时这个政府就组织3个工作组，一个是工商的，一个是税务的，一个是银行的，来分别调查。调查了以后，就在总结的会议上，一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就给我就叙述我的会议上的情况。3个组，那3个组就分别汇报，都没有发现某其中有违法犯罪问题。特别是个税务的那个汇报，不但发现某其中没有违法犯罪问题，还有某其中申请一个，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一张，如果债要成为文物，就我申请补免税，向税务局有个报告，我记得报告是万县市税务局第二税务派出所，我们是属于第2派出所管理，申请补免税的报告，他还有这样一个报告，我们收这样一个报告，他要求补免税，因为根据这个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个企业解决了这个比例里边有多少返乡知识青年，可以免征所得税3年，营业税1年。当时有个规定，我们那个企业除开我以外，几乎全部是知青，就是返乡知识青年。他当然应该享受这个免税，但是我害怕，因为我是报的是那个改革开放试验田嘛，像那个当时北京的那同志说，我志愿做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你如果试验田即使有很大的成果，也会留人一把柄，所以你就是靠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嘛，你就是免税，给你免税，你才发展起来的。我说我就申请，不是我理由是一定要遵守国家税收这个制度，国家的财政收入唯一就是税收，当时还没土地财政，唯一的税收，如果一个企业都免税了，那么国家那个社会凭什么运转？我说我要求补免税，不减税，补免税。好，所以在汇报会上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汇报会上，那个税务局是这样汇报的。好，我们那个主持会议的同志现在不点名了，哎呀，他也很感叹，从他的感叹看得出来，所有整我的同志也是好心，他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就完全是对事情判断立场不同而已。他就说：“哎呀，原话是有参加会议同志向我复述那个会议上的情形。哎呀，同志们，你们太天真了。某其中不是为了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和社会主义较量。原话，某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他是为了和社会主义较量。其实真的是如此。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我们搞改革开放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就是政治较量。某种那做生意，他不是为了赚钱。你看，他要求补免，还免税，他还不要求免税，他非要求上税，他是为了和社会主义较量。所以，结果3个小组都认为查不出为经济问题，他还从政治问题出发，把我逮起来了。逮起来是谁逮起来的呢？不是一个，你说是经济上的经济犯罪，不是经济犯罪，他认为是政治犯罪，不应该办企业。他叫那个万县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把我逮起来了，把商店查封了，叫取缔。那个万县日报记者去采访他，我们明天对这事儿做如何报道？用什么词儿啊？你说把人家逮起来了，商店也是封了，是什么罪行啊？
万县日报呢，葛虎他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大概就这个事儿。他当时回答：我们昨天取缔了中德商店，取缔了中德商店。他用的"取缔"两个词，要还回复一遍，王书记，这个词儿是不是应该用"取缔"？就是取缔。一个商店被取缔了，用政治术语被取缔了，政治保卫科的取缔了。所以，我今天回忆这个事儿，是作为那个，的确是很多同志说我们国家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像美国那样才行叫政治体制改革。我从来认为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你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改变到市场经济，你想，这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政治行为？这还叫什么？哪儿还有这样的政治行为？我历来认为，就是一个国家体制改变，重大改变，并且这点插话啊，我们就逮起来了，是这样逮起来的。逮起来以后，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以后，又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批示，就深圳的经验证明，我们改革开放正确的那个很长一段话背不下来，很长一段话，所以第二次又释放出来了，中央又派工作组，我在万县又被释放出来了，然后第二次。中央自己干预这个事儿，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不敢在万县待了，再待起第三次又还待起来，那又不知道找个什么事又待起来。那万一哪一次中央没注意到呢？那不是我就冤死了吗？我赶快逃离万县。逃离万县还有一个原因，我必须找到一个领导我们的单位。当时所有的企业必须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那是工商法规规定的，你任何企业登记要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每年年检，就你偶尔逃过了，每年年检一次，年检的一次你没有主管单位，你都不能通过年检，你工商执照都作废了。所以为此就找到一个上级主管单位，我们那个又不能管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任何人他要管理，他如果成为你上级主管单位，叫事无巨细来管理，他承担责任啊。可是，如果在市场经济当中有一个婆婆管理，那什么叫市场经济啊？那个试验田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说从万县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珠海，珠海到深圳，深圳到广州，广州到哈尔滨，哈尔滨最后返回廊坊，就是北京郊区那个临近不是郊区，是临近那个廊坊，找到一个单位挂靠。还是不行，最后反复又到天津，好，天津碰见一个组织改革开放的那个工商局的局长领导，现在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北大毕业的，当时他们就组建就是天津改革开放试验区，就是现在那个改革新区，就是现在就是那块地1平方公里。当时张伟，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带领一共8个人，他们就在那儿去了。皮先生，姓皮，他一个人当4个局长，他们国园管理啊，当时有28个部门怎么样？他每个部相对应的一个局啊，一个是一个局啊，局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处啊对应的，可人官都不够，他会名叫皮四局。皮四局当4个局长，当时他的试点胆儿也大，背景也很硬。我来当领导，我是工商局局长，我来领导你们，所以你们上级主管单位，他主管就不管，所以通过就才在，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是天津市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那个全称还是那个全称，还是我们还不是北京单位，是天津的单位。是天津的一个单位，是这样来的，那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好，终于到，可是我们可以在天津注册，在北京办公啊。北京还是办事处，为什么来到门头沟呢？就是在门头沟找个地方，我们这个天津市的南德公司在北京市的门头沟区设立一个子公司，
什么科技公司，我记得当时那个名称。好，在这儿裸脚办公，这为什么呢？很多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跑门头沟去裸脚去了？在那儿跑那办公，是这样跑到门头沟的，是这样，就为了解决这个工商的合法性问题，工商登记合法性的问题。好，人可以来了，工商登记合法了，可以合法的经营了，可是没钱了，把我们那点赚来的钱，那个几十万块钱全折腾光了。带那伙人像流浪一样，有时候我们说的像长征一样，从重庆到成都，成都到珠海，珠海到深圳，深圳到广州，广州到哈尔滨，哈尔滨到廊坊，这样在廊坊再到天津去注册，是一直你看大半个中国都游遍了，是不是说我们那个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毛泽东说是那个播种机？说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我们还不是一路上到处找人合作，到处就躲避，要一个主管单位来管我们，要通过每年的那个商品那个商业企业的年检，必须有个单位，一直到现在，好才又一年就取消红帽子嘛，这个好像94年才取消红帽子，可以不要主管单位了。就是南巡讲话以后，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92南巡嘛，94年就取消这规定了，就可以不和解放了一样，可以随便注册公司了，几个人可以随便注册公司了。